手动写程式，老实说，这时代已经过去了。欢迎回到今天的深度解析。今天我们不谈怎么写程式，我们要聊的是一种全新的境界，也就是氛围编程。没错，就是 Vibe Coding。这是一份让 AI 完全独立接管专案的实战指南。准备好颠覆你对软体开发的认知了吗？我们直接进入正题。大家可以先想象一下个画面。你现在不是在看一份枯燥的技术文件，而是在跟一位顶尖的资深工程师并肩作战。当你真的放手让 Claude Code 在你的本地环境中独立运作时，会发生什么事？这可不是单纯帮你自动补签几行程式码而已哦，它是直接帮你做架构决策，自己找 bug， 甚至帮整个专案进行大规模的底层升级。但问题来了，这背后的风险跟回报到底有多大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解析的重头戏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进入阶段一。手动编程的终结。要开始这趟旅程，我们马上就会碰到第一个现实的冲突点。虽然官方很贴心的给了 Mac 使用者一个超简单的 Bash 脚本，但如果你是 Windows 使用者，直接把那段脚本复制到 PowerShell 的话，我跟你保证，绝对会疯狂报错。那怎么办呢？其实我们必须采用一种更通用、更稳定的做法，也就是直接安装 Node.js 跟 npm。只要你确认节点版本没错，简单敲个 npm install 就能顺利把 Claude Code 整合到你的 VS Code 终端机里。这可以说是通往 AI 自动化的第一把钥匙啦。搞定环境后，进入阶段2，从零开始构建应用程式。接下来我们要来挑战做一个具备形式力跟任务分配的家务管理 APP， 但这边马上迎来第二个大坑，也就是沟通不良导致的灾难。如果你只是很随性的丢给 AI 一句帮我做一个家务 APP， 出来的结果绝对会让你气到吐血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完全没有给出技术堆叠跟架构的限制啊。这份资料特别强调了氛围编程的黄金法则，你必须给它条列式的具体提示词，而且最关键的是，最后一定要加上一句神秘咒语，问我问题以厘清需求与工程限制。这样一来，就可以强迫 AI 在动手前乖乖先跟你把细节确认清楚。讲到这边，就要带出一个超级好用的机制，叫做计划模式。当你按下 Shift 加 Tab 之后， Claude 就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立刻瞎忙，而是会先暂停下来，好好思考，然后开始向你提问。这简直就是我们开发者的安全网啊！在这个阶段，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敲定我们前端要用 React， 然后资料直接存在 Local Storage 就行了。毕竟这只是一个要在办公室大萤幕上轮播的 App， 真的不需要搞什么复杂的登录验证。你看，在他写下任何一行程式码之前，我们就已经把所有的技术共识都对齐了。沟通完之后呢， Claude 就会生出一份超完整的实作计划。这时候换你上场咯，你必须拿出身为资深工程师的气魄来审视它。来源资料里有提到一个有趣的例子，当你发现 Claude 竟然预设想用 JavaScript 的时候，你必须非常明确、坚定地告诉他，不行，请使用 TypeScript 代替 JavaScript。确认计划被正确更新之后，你就可以深吸一口气，勇敢地选择自动接受所有编辑。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泡杯咖啡，花个1分钟，看着整个 project 就在你眼前奇迹般的自动长出来。应用程式建起来了，接着来到阶段3，引导 AI 进入现有的程式码库。从零开始是很爽没错，但在现实的开发环境里，我们马上会遇到第3个致命冲突：程式码库失忆症。当你为了节省资源去清理快取、清除上下文的时候， AI 会瞬间变成失忆症患者，完全忘记你专案的架构。为了解决这个痛点，我们必须拿出终极法宝Claude.md 档案，这个设定档会在每次启动 AI 时自动载入。不过要注意哦，为了避免把 AI 搞到认知超载，内容必须严格限制在3个核心：第一是技术堆叠概述，第2是元件功能，第3是具体的工作指令。比如严格规定它每次修改完都一定要跑过测试。其实关于这个档案最精华的原则只有一句话，那就是使用渐进式揭露。什么意思呢？千万不要把你那几千行的架构说明全部硬塞进 Claude.md 里面，它绝对会消化不良的。这个档案应该只扮演一个索引的角色，负责引导 AI 去看专案里其他专门的 Markdown 档案。举例来说，你可以让它指向一份专门讲解架构模式的文件。
这种渐进式的做法才能让 AI 根据当下的实际需求，做到最精准、最高效的资讯读取。了解引导方式后，我们进入阶段4，安全的修复 bug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突发状况来了。我们在测试的时候，居然抓到一个 bug， 原本应该随机安插的维护任务，居然被实时的排在晚上8点。看到这种 bug 的瞬间，我相信你一定超想直接对着 AI 大喊：“立刻给我修好！”但拜托，先忍住。盲目的下指令，超级容易引发退化错误，也就是修好一个，坏3个。这里我们必须遵守业界铁律，尽早提交，经常提交。在处理任何 bug 之前，一定要先建立一个新的 Git 分支，把现有的好扣先 commit 下来，好好保护你辛苦建立的成果。那我们来看看实际的流畅操作会长怎样。刚刚设定的 Claude MD 马上就要发挥魔法咯。我们先重启 Claude， 清空旧的记忆，然后只给它一个超级简单的错误描述。因为我们前面引导的够好， Claude 会自己判断出这是一个修复任务，甚至在动手前还会主动问你要不要先切换一个 Git 分支。结果呢，它精准找出了 TypeScript 档案里的问题，并且非常安全地把这个 bug 给处理掉了。这就是氛围编程的魅力所在啊！好 ，bug 修完了，准备迎接最后的阶段5 ，YOLO 模式的架构升级。现在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最高潮，一场高风险高报酬的底层架构大翻修。我们要挑战实作跨浏览器的即时同步功能。面对这种牵一发动全身的大改，最佳时间轴可是非常严格的。第1分钟让 AI 仔细探索现有档案，第2分钟要求它交出实作计划，第5分钟让它正式撰写程式码，到了第6分钟立刻提交更改。整个节奏必须非常紧凑，而且步骤分明。在计划阶段，我们故意给 Claude 出了一道难题，让他提供3个解决方案。我们本来想试探一下，看他会不会偷懒，只给出简单的浏览器暂存同步方案。结果真的让人起鸡皮疙瘩 ，Claude 直接看穿了我们这个专案目前根本没有后端伺服器的弱点。他非常正确地提出，如果要做到真正的即时同步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必须走第3条路，也就是从头建构一个完整的 WebSocket 伺服器。这完完全全展现了 AI 在架构设计上那种资深工程师等级的绝佳判断力。为了把这个 WebSocket 伺服器一口气盖起来，我们决定要豁出去了。这里完美示范了什么叫做终极的风险与回报。我们开启了一个叫做 YOLO 的特殊模式，也就是启动危险的跳过权限确认开关。在这个模式全开的状态下， Claude 可以在整整5分钟内连续敲打执行各种复杂的伺服器指令，完全不需要停下来等你点头同意。速度绝对是狂飙到极致，但相对的，你也把专案的控制权100%交到了 AI 的手里。经历了5分钟的惊心动魄，伺服器终于建制完毕，见真章的时刻到了。现在我们同时打开2个不同的浏览器视窗。如果我们在其中一边新增一位团队成员，叫做 Elizabeth， 给她贴上红色的标签，然后指派给她一个叫做喂鱼的家务任务。大家都屏住呼吸哦，这个变更真的能像施了魔法一样，瞬间同步出现在另一个视窗上吗？答案是完美同步，完全没有延迟。我们今天真的一起亲眼见证了 AI 是如何独立从无到有建构出 WebSocket 伺服器的。但就像这份来源资料最后强调的，不要只听我说，你应该亲自去试试看，去测试你程式码库的极限。今天的解析只不过是你 AI 编程旅程的第1步而已，真正的考验就在你的本地电脑上。现在打开你的终端机，去看看这项技术到底能把你的开发极限推到什么地步吧。别忘了订阅我们，持续关注系列解析，我们下期见。